肖战在红之前，连接了3个当时业内其实是视为毒饼的影视资源，却都被他做成了爆红的作品。第一个是《陈情令》，第二个就是电影《诛仙》。《诛仙》也是网文里的大 IP， 那是很早期的了，比《斗罗大陆》那些都更早。那时的网文还不以长篇为特征，写情也很纯情，没有后来的种马文大行其道的问题。其实更像武侠小说，只是用的是修仙的设定，应该称为仙侠文。诛仙要拍电影，其实刚开始时这个饼还算可以，不是毒饼，但后来迅速恶化。本来选做主角的那个男演员，半路中途竟然跑了，而且还是带资撤组，抽走了大量投资，导致这电影的拍摄资金捉襟见肘，非常拮据。本来说要请的大导演、强班底都没了下文，最后整部电影只剩程晓东在撑着班底。最初好像说是徐克做导演的，不知道本来是真的，后来缺钱请不来，还是本来就是假的，先画个大饼，让大家对这电影有高预期，从而吸引投资。反正在原定的男主角跑路，还是带着钱跑掉的事情发生之后，这个饼就沦为毒饼了。没钱，班底大降级，最后这部电影只花了2000万，这在电影里是小制作了，电影动不动就要投资上亿的，光是营销费用都要上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找上了肖战，因为那时他还不红嘛，不需要花多少钱。对了，《陈情令》肖战的片酬大概就100多万吧，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反正没超过150万。这个钱还要交税，还要跟龙丹妮分，不是他一个人拿的。对比后来《陈情令》的收入，《陈情令》光是最后几集的超前点播收费，一个晚上就收了8000万，最后11亿多，还有卖周边的收入也上亿了，这还不算广告收入，卖给海外的版权收入。跟《陈情令》同一时间拍的《庆余年》，肖战在里面饰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配角，那部的片酬是3000到5000元，有不同的说法，但大致上在这个范围里。由此可推想，当时肖战的片酬是在什么水平。电影《诛仙》的制作公司是新力，新力是一家著名的影视制作公司，之前的独立性很强，出品的影视作品经常不是放在腾讯视频上播，而是给爱奇艺播，他与爱奇艺的合作反而更多。腾讯旗下的阅文有起点文学网，所以他手上掌握很多网文 IP， 然后影视化的工作就交给新力来完成。收购新力也是为了打造 IP 生产线，自己拍自己播。IP 都有生产线了，可见已经泛滥，并不是硬通货了。而且 IP 影视化也有局限性，有的小说很受欢迎，但拍成电视剧电影就血扑。女频小说还有一些成功案例，男频小说却基本全扑。业内有研究过为什么会这样，认为女频小说是面向女性读者的，而看电视剧比较多的是女性观众；男频小说面向男性读者，男性却很少看剧。肖战给新力拍了不少剧，他也给其他影视制作公司拍过剧，但都是一家一部，只有给新力拍了好几部，包括最晚播出的《骄阳伴舞》。肖战与新力之间，之前可能真的是有影视合约在身，有一种影视约叫不投约，约定在一定时间内你要给我拍够某个数量的戏，比如3部4部这样才算履行完这个合约，但具体拍什么剧到时再商量。肖战红之前拍的全是古装剧，估计新力当时是把他当成一个类似于管培生那样的新人，把一些不好的项目给他做，看他能做成怎样。做得好就提拔升级资源，做得不好，反正项目本来也不好，没打算能成功的，新力也没什么损失。所以这3大毒饼里有2大毒饼都是新力的。电影《诛仙》是资源大降级，临时把肖战拉来救场。后来第3个毒饼《斗罗大陆》也是，这个更加从一开始就不是好饼。当时国家还在电视剧领域发布了限古令，限制古装剧的播出，一方面是古装剧根本不可能得到审批上新播出，另一方面是即时网播也限制古装剧在总量里所占的比例，所以叫限古，就是限制古装剧的数量与比例。古装剧拍出来能不能播出都不知道，所以那时肖战粉圈是很生气的，觉得肖战总是接这种戏，在深山野林里埋头拍这种都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播出的剧。当时肖战地位不高，对于素人出身的他来说，有戏拍就不错了，不是他选剧，而是剧选他。肖战总是拍古装剧，是因为当时古装剧受限，有点地位的明星不肯接，所以放到他面前能让他选的几乎都是这种古装剧。另外就是古装好看的男演员真的非常少，几乎就没有。相对于现代戏，肖战的颜值
在古装剧里的稀缺性其实是更高更难得的，所以影视制作人看了他的脸，就都给他推古装剧。肖战的稀缺性在古装剧里要高得多，并不是他现代装不如古装，其实都很强，但相对而言的稀缺性就大不一样了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肖战接了诛仙，心里摆明是要放弃这部电影的，能收回多少成本是多少吧。对这部电影是毫无期待的。这部电影里演碧瑶的又是前同事所在那个公司的人，整部电影里最拉胯的果然又是这个公司的人。很多诛仙的原著粉看了这部电影，最讨厌的就是碧瑶这个角色，认为她完全不符合原著的人设。原著里碧瑶的深情可爱被魔改成刁蛮泼辣，张小凡怎么会爱上她，简直难以理解。一方面是角色没选好，另一方面那个演员的演技也差劲。确实，因为他是爱豆出身的嘛，不是演员，跟前同事一样。当然，肖战自己也是爱豆出身，但他是特例了，爱豆转型做演员的，肖战之外就没有特别成功的，都是以演技差出名，天分是一方面，这跟自己的投入和付出是正相关的。肖战自己花钱请的表演老师，在剧组也是不停的学习，一点都不比科班出身的演员学得少。肖战拍诛仙也拍得很辛苦，不过那个女爱豆好像没前同事那么不堪，至少没有传出她在组里各种欺负人的事迹。她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她是女艺人，与男艺人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。她后来是各种针对另一个女明星，买了很多黑通稿黑她，应该是把那个女明星当成是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，不停的定期下黑水军黑那个女明星，传播诸如对方是整容的这一类的谣言。后来她防了，针对那个女明星的黑通稿立即销声匿迹，非常明显，黑她的全是这个女的在搞鬼。后来有一个专门研究黑水军的新闻深度报道，就举了这个女爱豆黑那个女明星的案例作为典型例子，采访到当时做黑水军的人，供认当时收了钱，定期都要黑那个女明星，因为那个女爱豆已经防了，所以就不怕公开她当年做的坏事。不过至少肖战在拍诛仙时，应该没被那个女爱豆整过什么幺蛾子，主要是拍摄非常辛苦。一个是拍的时候非常冷，外面零下10几度，还要开着鼓风机吹风，还要下水拍摄，冷到人都失去体感麻木了。肖战却还要求在车内也不要开暖气，说如果在车内习惯了温度比较高，一下子到外面的低温环境，人就会僵住，做不了动作，还是一直习惯着低温会比较有利于拍摄。另一个是吊威亚很辛苦，里面的悬崖戏，他与摄像机都要吊着威亚一同急速下降，一边做动作一边拍摄，如果不能同步拍好，就要反复的拍，一条片要拍很多很多次，吊着威亚从高处急速下降很多次，稍微有点恐高症的人要吓死。当时有肖战粉丝去探班，把这些辛苦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，下降的速度非常快，零下10几度，下水拍摄，从水中出来，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给他毛巾擦水，裹住身体，问肖战冷不冷，他却笑着说，我觉得还好哎，从来没有抱怨过苦。后来采访里讲到拍摄时的辛苦，他说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做演员应该要受着的。肖战从来不卖惨，红之前红之后都是，还是那句话，他没有因为红而有任何改变，以前是怎样的，现在还是怎样，一切良好的人品道德都保持着。诛仙拍的时候肖战还不红，但播出的时候他已经红了。陈情令是6月底开播的，7、8月暑假档爆红。诛仙上映是9月底，是当年的中秋档，这时他才红了1个月。粉圈其实还没成型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那时他的粉圈里比较成型的是爱豆粉，而不是演员粉，还没有很强的要维护他演员价值的意识。很多粉丝事后回顾都说，并没有因为看了陈情令粉上他就去专门看他的电影，反而是很多当时还是路人的看了电影，后来成为他的粉丝。现在粉圈里谁的手上能保存着当年诛仙的电影票根，是可以炫耀的存在，因为通常只有粉丝会保留票根做纪念，路人就算看了电影也不太可能保留票根，所以必须既是粉丝又看了电影的才有票根，这在肖战粉圈里是稀缺的纪念品。诛仙当时的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利的，肖战虽然红了，但粉圈还基本是一盆散沙，尤其肖战自己不做粉丝运营的事，也没有经纪公司给他做，没有怎么组织起来去冲票房，制作成本低，预算少，新力对这部电影基本是放弃的状态，能上映就上映，但不做营销。唯一的好事
就是当时有另一部竞争威胁比较大的电影，因为内部撕逼吵架，导致本来要在中秋档上的临时撤档了。因此那一年中秋档的大制作电影基本没有，而且中秋之后是国庆，当年中秋离国庆只有10几天，实力比较强的电影都选择在国庆档上映，中秋档显得有点鸡肋，没有什么大制作电影选择在那个时候上。最一开始的时候，包括肖战粉丝在内，都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没有什么期望。当时粉圈喊出一句口号：不忘初心2000万，多出1分都是赚，就是只要票房能弥补制作成本就行了。诛仙电影方也真的没做什么营销，唯一只有一场发布会。肖战穿着帝家的衣服，被很多媒体记者按在一张海报前，一个接一个的采访。因为当时他红了吗？还是有很多娱乐记者想要采访他的，但既没有一般电影会有的路演，也没有别的营销，就只有这些采访了。有人做了那次的采访合集，前后有30多家的采访，问的问题大同小异，但肖战都能根据对方是来自不同的媒体，给出适合对方所需的不同回答。尤其有一个采访特别精彩，因为采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既需要采访者的提问有意义有价值，也需要回答者的水平高。都是肖战的回答，也就是回答者的水平是一样的，采访质量还是有不同，反映出来的就是采访者的提问水平不同。30多个采访，大部分提问千篇一律，带入肖战真的要烦死了，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有耐心，态度良好的一一作答。而且为了怕喝水导致第2天脸上可能会水肿，全程没有喝一口水。这种采访强度到目前为止，23年时骄阳伴我播出后的采访才能跟他有一比。骄阳伴我的采访没有30多个那么多，但每个的长度也比当年要长。肖战讲到最后嗓子都哑了，那时他正在拍电影《射雕》，据说之前已经连续拍了几个晚上的夜戏，于是剧组给了他1天时间休息，他其实没得休息，把那1天都用在接受各种采访上了。19年电影《诛仙》的采访，其中一个采访特别精彩，在那个采访里，肖战回答了他怎么看待洪根豹，他的回答成了名言：我想要创造非我不可的价值。这就是经济学直觉啊，他说的就是核心竞争力啊，就是他人无法复制、无法替代、无法进入他所形成的那个市场的能力。他不是学经济学，不是学商科的，是学艺术的。而且那时他才刚红。肖战粉丝里有一种叫采访粉，是因为看他的采访而粉上他的，或者是特别爱看他的采访。大家都说肖战小时候是不是语文成绩特别好，他既写文章写得好，又说话说得好。有些人写文章好，但说话不行，有些人说话好，但写文章不行，他是写语说都超好。肖战写过重庆，写过关于所演角色的文章，比如他写过关于魏无羡的文章，写得挺长，非常感人，用词精准，感情真挚，而不是堆砌辞藻。肖战有采访粉是非常合理的，很多明星靠剧爆了吸了粉，却顾不住粉。一方面是因为经不起考古，有太多黑历史，一考古被发现原来人设远远不如剧里的角色好，就下头了。另一方面就是一看采访，发现这个人肚子里空空如也，说不出什么东西，教育水平高、文化素质高的人都接受不了，也下头。肖战特别能吸教育水平高、文化素质高的粉，他的采访与写文章的才华是功不可没的。他的粉丝很多是公务员、医护人员、教师、企业高管，与他存在着大量的采访粉，背后是同样的逻辑。